现在开庭。本案由审判员谭笑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谢玉林、人民陪审员金忠康组成的合议庭，书记员范文杰担任法庭记录。新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官尹川出庭支持公诉。经被告人张明家属的委托，新城一家律师事务所律师任天宇担任被告人张明的辩护人。被告人张明对上述合议庭组成人员、公诉人、辩护人有无意见？是否申请回避？证人，按你所说，那个男的是主动逼向刘雅的。是的，刘雅一直在躲他。刘雅有没有说什么？他一直在喊：“你要干什么？”那个男的拿刀在刺刘雅的时候，你有没有上前制止？来不及了，所以我赶紧跑回屋里，叫上另外2个同事回来帮忙。之后发生了什么？当我跟同事出来时，看见她男朋友还在用刀扎她。我就劝她，你要冷静，冷静。可是没用了，他扎了更多刀。你还记得刘雅的男朋友，也就是行凶者的样子吗？记得。他今天在现场吗？在，就是他，就是被告人张明。审判长，根据验尸报告显示，刘雅在医生到来之前已经死亡，死因是失血性休克，尸体上伤口的位置、数量、形态跟众人共识的完全吻合。审判长，我的询问暂时到此。耿新先生，刚刚回答公诉人问题的时候，你说在案发前你听到我的当事人向刘雅索要他们谈恋爱的时候送给她的礼物，那刘雅说了什么？她说那些都是张明送给自己的，她不会还。你有没有听到我的当事人说要把刘雅送给他的钥匙链和钱包还给他？没有。那你转身离开的时候，有没有听到刘雅说她也不想活了？审判长，辩护人在使用复合式问题，这会使证人的回答产生歧义。好，那我简单点问，是你没有听到，还是他没有说呀？他没有说。但是刚刚你说案发前，你有一段时间是回屋呼救的。是，我当时回屋。你确定你回屋了？是的。那为什么不是你回屋的时候，刘雅说了这句话呢？审判长，图片上的钥匙链和钱包就是我的当事人要归还给刘雅的，他只是想做个告别，两不相欠。这也只是他告别昔日的恋人、告别过去的一种方式罢了。如果我的当事人真想行凶的话，他干嘛把这些东西带在身上呢？事实上，他是带着和解、带着希望去见的刘雅。可是刘雅返还给他的是什么呢？拒绝了他的一切请求，甚至还拒绝归还那些贵重的财物。而我的当事人第一反应不是愤怒，而是再次挽留。就这样，他才把刀拿出来对向了自己，而他得到的反馈，却只有冷漠、决绝。没错，先离开的人就是冷漠和决绝。被告人张明，按照你刚才回答辩护人的说法，你案发当天去现场只是为了要回自己的东西，并归还他的东西，对吗？是的。那为什么案发前的前一天，你在网上购买了一把水果刀，并把水果刀带到了案发现场？水果刀，我只是想吓唬吓唬他。用什么方法吓唬他？我扎伤了我自己。那你已经达到目的了，为什么还要扎他？我不相信他那么狠心，我就捅伤了我自己。可是他却说，我想死，他还想死呢。然后他就握住了我的手，要刺向他自己。他的力量足以控制你的刀吗？我当时受伤了，我根本没有力气控制。那案发之后，你为什么没有离开现场？我在等警察抓我。
你是不是因为受伤了没有力气跑？不是的，我有力气。被告人，你到底是有力气还是没有力气？你在拿刀刺向刘雅的时候，到底能不能控制你自己？我当时太难受了，我就没有控制。张明，刘雅为什么要跟你分手？不知道。9月初，他和我提出分手，然后手机和微信就都把我拉黑了，很绝情。他没有说任何原因，突然消失，不告而别。没有说任何原因。那么，在他不告而别之前，你有没有看出任何蛛丝马迹或者是端倪？没有。前一天还在一起吃饭，还好好的，约着第2天出去玩，结果第2天就消失了。审判长、审判员，我想现在结果已经很明显了。我的当事人曾经多次试图与刘雅进行沟通和联系，都没有得到过一丝回应。作为一个男人，这不仅仅是对他情感的伤害，更是对他尊严的践踏。所以，我的当事人才会选择找到刘雅，当面去跟她进行和解。可是结果却不尽如人意，甚至让我的当事人有了轻生的念头。如果说刘雅在案发前能给我的当事人一个理由的话，我想悲剧就不会发生了。所以说，刘雅的这种行为是极其不负责任的，更是置我的当事人生死于不顾的。综上所述，从情感上，我理解他。我的当事人所做的一切，我认为都情有可原。审判长、审判员，刘雅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确实令人难以接受，这一点被告的辩护人说的完全正确。如果刘雅当时能给被告人一个解释，哪怕是一个理由，悲剧就不会发生。被告人虽然承受了失恋和不告而别的双重痛苦，但这能成为你杀人行凶的理由吗？被告人的行为又何尝不是残忍至极？请大家再看一次这份验尸报告。张明刺向刘雅颈部多刀，第一刀插入颈部后没有拔刀，而是向旁边横切了一刀，拔出后又插了一刀。这和他供述的刘雅自己想死、自己拿刀插自己脖子的言论严重不符，自相矛盾。这一切都证明，被告人张明是典型的故意杀人，并且今天在法庭上也没有如实供述，更没有认罪悔罪的表现。你还好吗？我很好。让开，你挡着我的路了。什么打算？没打算。你们心里都有彼此。我没有。你有，是人都能看出来。那我改。张文庆，你慢点儿。快走有利于活动大脑。我看你现在快走就是焦虑。焦虑？我有什么可焦虑的？不仅焦虑，还有点生气。你没事吧？我能有什么事儿？
你这一年也够拼的了，只知道埋头苦干。你这是什么意思啊？话里有话。可以啊，现在都能听出话里话来了。我就知道你不是真夸我。那可不是，我是真夸你，就是看你一直走不出来，仅仅是在用工作来麻痹自己。胡说八道！你可别怀疑我对工作的忠诚度啊！我没怀疑，就是替你难过，又帮不上你。以前在部队，我的老首长跟我说过一句话：有些人曾经是敌人，现在可能是朋友。什么意思啊？可能放在这不太恰当，但就是说，要学会放下些心结，接受现实，学会变通。可以啊，没看出来你还是这样的人。其实我自己也做不到啊。没有几个人能做到的。你不就是担心我见到任天宇之后心情不好吗？放心吧，我皮实着呢。是担心，影初也担心。你们都别担心了，训练愈合期就3个月，我这都多长时间了？再说了，我可没有那么长情。而且，我们俩可能连真正的谈恋爱都算不上，别提什么失恋了。你就嘴硬吧，谁整天躲在那哭呢？每次哭都被你看见，真丢脸。那多真实啊！你这一年也挺忙啊。魏清明这个人做事小心，身边的人做事也都干净，证据不好找。但凡做了，必留证据。那我就等着你给我个惊喜喽。那什么？打开看看。什么意思啊？明明是那么帅的一个合伙人，却总戴那么一块寒酸的手表，我早就看不过去了。这块手表才适合你。我这块表可是古董级的，在最顶级的中古店和拍卖行都找不到的。心意我领了。没意思。你也别想太多，这块手表其实是吴一景送给你的，我才不会送你这种东西呢。吴一景生性多疑，现在都能把你当兄弟，你是怎么笼络人心的？就像我当初笼络你那样啊。我现在问你什么，你都不肯好好回答了。我错了，你问吧，有问必答。那我问啦。像吴一景这么谨慎的人，他计划好了要去搬魏清明的珠宝仓库，怎么就这么容易被人知道了？时机到了。是吗？张有信串通魏清明，故意在魏清明的仓库附近爆了胎，还刻意透露给他仓库里东西的价值。急了眼的吴一景只能慌不择路的把仓库当作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他们两个一个引导，一个设计，很明显，这是一个早就布好的局。张有信，合着最后是被自己人给坑了。亏得我久久信任他那么多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可以理解。在这行干久了，就觉得身边值得信任的人，其实没有几个。而我，就是其中一个。为了信任。为了信任。
你心里还想着他？他只是我的利用对象，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你是怀疑有人收买赵德柱，要害你爸爸？江文静可是江家的独女，要是把她拿下，那江家可就拿下了。喜欢吗？喜欢，送给你的。谢谢妈妈。哎，你喜欢吃的甜点，多吃点。妈妈，你今天为什么要带我来吃甜点？还好没伤到要害。他现在的昏睡，更像是创伤后的应激障碍。应激障碍？对，你可以等他醒了，自己问问他什么原因。哦，好的，谢谢医生。文佳，等我！你说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应该算是一个坏人吧。我没跟你开玩笑，我不希望你放过我，因为我也不打算放过你了。一个吻而已，你想太多了。江文静，你还不清醒点儿？你忘了他的话了？送到医院就可以了，其他的事情就不要管了。他和你没有关系。文静。监控录像查到了。好，马上过去。嗯。你看，这就是撞他那时候，就这一下。幸亏撞得没有那么正了，不然后果不堪设想。能查到车主的信息吗？这不难，我们已经让人去查了。视频上的这个受害人你认识吗？他现在情况怎么样？是邻居，他现在没什么大碍了。我觉得你最好还是走访一下，看看他平常都得罪过什么人。他平时应该得罪了不少人吧？什么？哦，没什么。接个电话。喂。哦，车牌号的主人是钟颖，哪2个字儿？根据证据显示，被告人钟颖女士曾经被医生诊断为有精神分裂倾向。你个王八蛋，你会遭报应的！你还我孩子！钟表的钟，脱颖而出的颖。你把这个人资料给我发一个。
你认识这个钟颖吗？她是魏清明的前妻，1年之前离婚了，净身出户，孩子的抚养权也没有拿到。被撞的这个人，就是当时帮魏清明打官司的律师。这下能说通了。那要是这么一说的话呀，还有个事儿。小马呀，给我一个魏清明失踪的时间。魏清明失踪了。魏清明的公司上个月复牌，股票连续跌停，大量股民堵在他公司门口，让魏清明出来还债。2周前，他的公司宣告破产，但本人下落不明。这些散股股民就联合向法院提交了一份针对魏清明的诉讼申请，吴义景的公司也在告他。但是1个多星期前，魏家的人就打电话报警说魏清明失踪了。张警官，你的意思是魏清明失踪了，跟钟颖也有关系啊？那倒不至于，我们已经调查过了，那段时间钟颖根本不在本市。他和魏清明离婚之后，一直给另一户人家做保姆。那段时间，雇主一家一直在外地旅游，是带着钟颖一块儿去的。而且你想想，像魏清明这样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怎么可能被钟颖近身呢？张警官，魏清明失踪的案子是由你负责的。是，有线索了吗？倒不是，就是魏清明的母亲又报案了，说家里的小孙子被母亲接走之后，就再也没回来，也联系不上。什么？头儿，又有人报案，说是他们家的孩子放学后被保姆接走，再也没有回家，也没有联系。喂，有人跳江？一个大人和2个孩子。刚收到消息，钟颖带着孩子跳江了。吃吧。哎，潘小莲，你每周3都吃牛排，就像设定的程序一样，你不腻啊？每周3是我补充高蛋白的时候。这牛排中的蛋白质含量高达每3盎司23克，相当于1.5份面条、2杯酸奶、4份青。行，你吃，别给我口播。你上午不见人，回来胃口都没有了。啊，那个老宋啊，喊我去听了个案子，一个离婚妈妈，1年前离婚的时候啊，孩子判给了前夫，1年后啊，抱着自己的孩子跳江了。这个女的叫钟颖，离婚以后在别人家当保姆。案发当天呢，她应该是去学前班接雇主家的孩子放学，但是她把自己的孩子给接走了。这个雇主家的孩子啊，就一路跟着。这个雇主的儿子叫小宝，钟颖带着儿子去江边，准备抱着儿子跳江的时候，这小宝就喊救命啊，结果一不留神，自己也失足掉到水里了。钟颖当时就吓坏了，赶紧去救小宝，但是他下水了之后，发现自己手里还抱着彤彤呢，但那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所以他只能一手抱着彤彤，另外一手再拉着小宝啊。这季节江水很急，一个女人应该没法同时抱2个孩子。那怎么办呀？雇主的儿子啊，快沉下去了，他手里的孩子也抱不住了。这钟颖的体力啊，就只够他救1个人的。那他最后救谁了？这个钟颖跟他孩子在水里啊，不一会儿就被冲散了。雇主的孩子就是小宝，
当时离他最近，他只能先救人家呀。自己的孩子是被过路的群众救上来的，但是听说肺部进水，现在是深度昏迷。那钟颖现在在哪儿啊？在公安医院，但是可能会被拘留。故意杀人？他也是一时糊涂，后来肯定后悔了。但确实是他带孩子下水的，而且孩子现在重度昏迷，可以判他故意伤害致人重伤。其实还有件事情我没跟大家说，钟颖昨天开车撞了任天宇。你怎么知道的？我刚巧路过就碰到了。哦，你看到了？那任天宇情况怎么样？没什么事儿，轻伤。哦，那他对钟颖的案件有什么打算？这个我就不清楚了。你看看这个。这是1年前钟颖离婚时在法庭上旁听庭审的群众偷录的视频。你们啊，再看看下面的评论。如果咱们准备起诉钟颖，那么网上会一边倒的站在钟颖那边，骂咱们检察院。当事人魏清明所言。阿星，你这是诬陷！我没有精神病，你们不能选择我们孩子的母亲。昨天吓坏你了吧？没事儿，你还好吗？我没事了，出院了。我知道你关心我。嘘，谁关心你了？任律，昨天钟颖带孩子跳江，同行的还有另外一个。你怎么了？没事，不小心被撞了一下。不可能，到底是怎么回事？是谁撞了你？钟颖开车撞的。钟颖？什么时候的事儿？就是昨天。你怎么没告诉我？又没什么事儿，我告诉你干嘛呀？这么说，他是撞了你之后，又带着孩子去跳江？这女人简直就是疯了！我们要追究她。算了，就算是你不追究她，警察也一样会查的。他在最后减速了，只要我咬定这是个意外，他不会有任何事儿的。你为什么？什么为什么？他这是在报复你，要置你于死地。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样？你不会恨我吗？我不会。你会？我也许会，也许不会。
我最近时常都在想啊，可能咱们当初为了拿下魏清明，有点不计后果，不择手段了。怎么会呢？我们这是在维护我们当事人的利益，尽量达到他们的要求，做好一个职业律师应该做的事情。这是你教我的。是。所以我现在都开始怀疑我的教学大纲了。你怎么还有心情开玩笑？你说我当时要是劝魏清明，让他多少给钟颖留点钱，他是不是就不会像今天这样了？钟颖在乎的不是钱，是孩子。你忘了吗？当时你让我把我们所有的诉讼费都给他送去，但他没收。可能那个时候，我就是想寻求点心理安慰吧。这不是你的问题。哪怕你没有接这个案子，换了另外一个律师，他的境遇也是一样的。可是这个坏人最后是我做的，他现在发了疯似的来对我，这不就是我的报应吗？你别这样好不好？这不是你的错。我没事。虽然你从来都没有告诉过我，但我知道你有你的计划。不要放弃自己，我会永远支持你的。钟颖本来就有自杀倾向，这要是醒来看见彤彤，可能活不了了，估计他就真的没法活了。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不少人讨论我们的案子，我都不敢点进去看大家的意见。检察长说了，这个案子在咱们这儿审查起诉，到时候不管起诉还是不起诉，都够咱们折腾的。不管怎么样，给出一个公正的裁决，这是咱们的职责所在。走吧。嗯。孩子还好吧？其实您二位不用太担心，小宝的状态现在很稳定，倒是彤彤和钟颖自己。他这样难道是小宝害的吗？我跟你说，要是小宝这会儿没醒过来，我绝对跟他没完。媳妇儿，咱别激动，没事儿。严检察官，我实话跟你说，我妻子说的没错。如果小宝有什么三长两短，我们是不可能不追究钟颖的。但看在他当时没有放弃孩子的份上，小宝要是没事儿，我们从此跟他再无瓜葛。这样的女人，哼，我们以后是不敢跟她来往了。小宝的父母是怎么说的？他们暂时可以不追究钟颖，不过一切还得看小宝的身体状况而定。医生不是说了吗？小宝只是受到了过度惊吓，身体状况没有问题。我也是这么说的，不过人家父母的心情，我们也得理解一下。希望两个孩子都不要有事吧，都尽快好起来。钟颖怎么样了？不太好。其实钟颖也是一个可怜人，如果他没有失掉儿子的抚养权的话，也不会走到这么偏激的地步。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带着孩子做出这种危险的举动。虽然可以理解，但完全无法认同。听说你被人撞了，没事吧？小伤，没事。据说是魏清明的前妻。是。还不是因为我给他打那离婚官司吗？要不是那个案子，你可没机会那么快拿下魏清明。我估计他现在都恨死我了。他现在可能没什么机会恨你了。什么意思？啊？哦，我是说，你帮我查出了魏清明公司的漏洞，毁了他的产业，他现在股票停牌，宣告破产，恐怕很难翻身了。
他也怨不得别人，谁让他自己有漏洞的？任大律师，你太谦虚了吧？你的能力和手段，我可是有见识了。吴总，喝了这么多酒，给您上点茶点解解酒。不过话说回来，这都是他的报应。这个魏清明，他买通了我的司机张有信，一起来陷害我。这个王八蛋！哎，我听说他的前妻抱着孩子就跳江了。对呀，现在还没醒呢。活该！活该他家破人亡。这就是他干那些肮脏的勾当的下场，这就是他害我的下场。痛快！看来我的祈祷灵验了。你怎么那么开心呀？难道你不开心吗？啊？是我们扳倒了他，你不开心吗？开心啊！所以啊，这个世界很奇妙，这个世界也很精彩。想想魏清明害我那会儿，那不好玩的，我都不敢相信我自己还能东山再起。可结果呢？你陪我熬了1年，跟我一走就是1整年，谁会想到我们翻盘了？对吧？你说，你怎么就那么相信我呢？我那是相信我自己。啊？说得好，我看中的就是你这副嚣张的自信。你放心，以后有我吴一景的，就有你的。谢谢啊。哎，兄弟，我想知道你当初为什么不直接借魏清明之手扳倒吴一景，反而追着他去了米兰，还陪他东山再起。表面上是帮助魏清明，但这只是个局，实际上是为了帮助吴一景。帮吴一景？只有让他取得信任，才能顺藤摸瓜摸到他后面的大鱼。他们2个都只是棋子罢了。等等，刚才你在会所的时候，我出去给你买了些药。我知道你不想去医院，你按照我上面写的，先吃药后外敷，我相信很快就会好的。走吧。彤彤，今天上课开不开心啊？开心。彤彤，我们以后再也不分开了。想什么呢？魏清明还没找到呀。所以，你是真的打算当钟颖的辩护律师了？他撞了你，你不追究他也就算了，还要去给他当辩护律师。有的时候，我是真看不懂你啊。我就是不想让1年前的好多事儿还纠缠着我。现在外面好多人都开始说咱们律所的坏话了。他们说坏话，根本不值得我在意。我在意的人只有你。
对你怎么样啊？我为了你，把孙超开除了，任着你的性子去了米兰1整年，对公司不闻不问，也算仁至义尽了吧？可是你毕竟是咱们律所的律师，你答应我的 CBD 计划1整年了，我一点水花都没有看到。没错，你是帮我舅舅打了官司，很大的忙。可是我的损失无意景是不会补偿的。所以如果你再不把心思放在工作上，我可能就等不了你了。开始不相信我了是吧？从你回来到现在，你不是忙于私事，就是跟那个叫什么姜文静的纠缠不清。这样的你，我该怎么相信呢？其实我觉得你根本就不用去当这个辩护律师。在我看来，检察院根本就没打算起诉他。不起诉？钟颖已经醒了，那我们是不是？是，网上的舆论太厉害了。公安机关把案子移送过来，钟颖目前还在公安医院，虽然人已经醒了，但是情绪非常差，一直在问他的孩子有没有找到。这件事情现在在网络上发酵得很厉害，各大媒体都在跟进报道，再加上之前离婚案上有很多细节都被扒了出来，现在网友们非常愤怒，他们都觉得钟颖情有可原，不希望他被抓，反而希望我们赶紧把魏清明逮起来，千刀万剐。媒体和网民关注的是新闻爆点，检察院要做的就是公正的执法，是否对钟颖提起公诉，不能被舆论绑架。尹处，以钟颖现在的状况，我们要是起诉的话，会不会太不讲人情味是吗？如果要诉的话，我能理解，因为法律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对全体社会的成员具有普遍的约束力。钟颖带着孩子跳江是事实，构成故意杀人未遂也有充分的理由。无论尹处做出什么决定，都可以理解。但是钟颖她只是一个绝望的母亲，活着对她来说可能已经很痛苦了。我们真的还要在她的痛苦上再加一层吗？而且现在如果把钟颖抓起来的话，就等于告诉她孩子的状况了。以她的精神能力，能不能接受？我觉得很悬。严律，你认为呢？其实钟颖的社会危害性不能说小，他自杀之前还开车撞过任天宇，他后来抱着儿子跳江，其实也算是自杀加杀人的行为。结局我很同情，但也是他自己导致的结果，所以我同样尊重尹处的决定。天宇，这是法院中心分给你的指定辩护案件，嫌疑人叫钟颖。是你，是我。你还敢来找我？那天在那天是我撞的你，你想怎么样？我不想怎么样，也不会追究你的。你以为你这样，我就会感激你？我告诉你，我后悔让他们救我，我宁可我死了。我最后悔的是，我当时没撞死你。
就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孩子吗？别跟我提我的孩子，任天宇，都是因为你害成我现在这样，这都是你一手造成的。别这么激动好吗？这样做对你没有任何好处。我还要什么好处？我什么都没有了。我告诉你，我现在就想去死，我要拉着你跟我一起去死，我要让你死在我前面，任天宇，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你不得好死。没有那什么。我这几天要出去，你好好照顾自己。爸爸，大人会犯错吗？当然会了。人生在世啊，总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犯很多的错误。那该怎么办呢？怎么办？当然是应该真心诚意的认错道歉，求得对方的原谅。爸爸，我真心诚意的向你道歉。我刚才玩球的时候，把水族箱打破了，里面的鱼都跑了出来。爸爸应该会原谅我吧？爸爸当然会原谅你了。不过先让爸爸打一顿！你这个臭小子，你竟然敢啊！把我的水族箱打破了啊！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喝酒了？文清，任达律师，虽说我们律所承诺给你最大的自由，但是你也不能不来上班，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啊！对不起啊，我生病了。生病了？你这一天天的不是生病就是私事，咱们的对赌协议是不是完成不了了？我答应你的事儿一定会实现的，不过这次是我真的生病了。好吧，那你好好休息，争取早日康复。我在律所等着你，你可别枉费了我一片苦心啊！好。
城堡是怎么回事啊？可能是风。承认个错误就这么难吗？好吧，好吧，我承认是我弄他的。好消息，公安医院判定钟颖情绪不稳定，已经带他去做精神鉴定了。这算什么好消息啊？我还没说完呢，鉴定结果出来了，钟颖没疯。太好了。不过这样，起诉他势在必行了。可儿她好了吗？啊，已经没事了，挺好的，就是老吵着要见你。她还是个小孩子，你真的要多陪陪她。是啊，我是一直想陪她。之前不是有你代劳吗？现在这手里的事儿越来越多了，钟颖的案子也没结。对了，钟颖这个案子，你准备怎么处理啊？还在讨论，反正这种案子你也知道，虽然他的经历呢让人同情，当时也有不得已的地方，但终究是涉嫌故意杀人嘛。这种案子情与法很难一致。是啊，情与法很难一致，所以这个案子不好诉。如果提起公诉，就算要求法院从轻判处，恐怕也会成为舆论的焦点。大多数人都不理解检察院的做法。因为不涉及自己，往往会把情放到第一位。我就怕到时候你承受的压力太大了。承受舆论的压力也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听说他们两个也是校园恋情，风风雨雨10几年，谁想到最后会走到这一步？像魏清明这种人啊，进入社会。这个环境一改变啊，再加上多种诱惑，那虽然初期可能会有良心的谴责、道德的约束，但时间久了肯定会变，不会再顾及旧情。是啊，人都是会变的。那人当然会改变了。哎，对了，我答应可儿过2天带她出去玩玩。我看孟初去了科技馆，我觉得那里不错。是吗？科技馆啊？哦，我听说游乐场也在搞活动，去游乐场也可以。哦，游乐场。我没说要跟你一起去，我带可儿2个人去。哦。啊，哎，你这些消息都哪儿听到的呀？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你平时又不关心这些。哎，我这个爸爸当的真是太不称职了。我估计可儿也会这么想，只是他不说。我还是要说谢谢啊！虽然我知道我这么说你会觉得我很见外，但是我真的想说谢谢，因为你实在是想的……哎，谁说人都是会变的？你看这些年你就没有变，你一直坚持对我说谢谢。哦，我也可以变。不用变，这样挺好的。哎，怎么了？哎呀，不好了，不好了！尹处和孟处杠上了，2个人都嚷起来了。是检察脚部的孟处，钟颖的案子吗？是啊，尹处主张对钟颖相对不起诉。怎么孟处不同意？何止是孟处不同意啊，赵检都组织开会了，还说让我们过去挨个发表意见，说是顺便考察一下年轻人的业务水平。这个案子本身争议就很大，确实有必要研讨一下。我去找一下姜文静跟韩露，你先过去吧。啊，行。
银川，虽然这个案子不是你们一部的，但是作为检委会委员，你也应该负责任地发表意见。我可以对我的每一句话负责。你用这么一个有争议的理论来处理这么敏感的一个案子，你想过后果吗？我正是因为考虑过这个案子的敏感性以及它可能出现的任何后果，我才会提出这样的意见。你那是被舆论绑架，不是充分考虑。今天我们开这个研讨会，一是讨论中影这个案子，二呢，我刚来咱们院，主管几个部门，很多人我还都不认识，借这个形式和大家认识一下，希望大家畅所欲言，尤其是年轻人，要踊跃发言，展现你们业务水平的机会来了。应酬。走，那你先来吧。赵检，这是我的助手，检察一部的潘晓黎。啊。那我就说了，尽管案中母亲钟颖的行为有不得已之处，但她作为未成年子女的父母，她有义务去保护孩子的生命安全。当时也是有能力去救自己的孩子，所以她松开自己儿子手的行为，应该是构成了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虽然孩子没有死，但其受伤的程度不低于重伤。这么看来，她的杀人行为并不是没有造成伤害，这是当时逮捕她的理由。基于以上的理由，我认为应该以故意杀人罪起诉她。只不过量刑情节上，可认定她未遂。啊，钟颖当时手里抱着雇主的孩子，在那么湍急的江水中，你让他怎么对自己的孩子进行施救呢？难道是松开手，让别人的孩子沉入水中呢？尽管真的是难以接受啊，但钟颖真的是可以这么做，因为保护自己未成年的子女是他的法定义务。他这样不就成了故意杀人了吗？不，从法律上来讲，钟颖没有义务救雇主的儿子，因为雇主的儿子是自己不小心失足跌入到江里的，而且那个时候又不是钟颖的工作时间。现在嫌疑人放开了雇主的儿子，他并不触犯刑法，但是换成自己的孩子就不行了，因为对自己未成年子女的保护是不分工作时间和非工作时间的。我们之前逮捕钟颖，这就是主要理由。现在我们主张起诉他，这也是主要理由。至于孩子没有死亡，这是量刑情节的问题，不影响定罪起诉。你看老孟啊，这个钟颖啊，如果不是因为他雇主的孩子不会一路跟到江边，也不会失足落入水中，钟颖作为保姆是有义务施救的。这个问题已经清楚了，嫌疑人无论是对自己的儿子，还是对雇主的儿子，都有救助的义务。但是客观原因造成，嫌疑人不能同时救助2个人，这2个救助义务之间就产生了冲突。银川是想拿这个义务冲突来给嫌疑人出罪，但请注意，本案中嫌疑人这种义务冲突是由他之前故意行为造成的，故意造成义务冲突，然后用义务冲突给自己脱罪，恐怕不行吧？如果按照您的说法，钟颖无论怎么做，都要承担故意杀人罪的责任。可是当时他没有别的选择，法不强人所难，我们为什么非要诉他故意杀人罪呢？况且现在人没有死。你们要带我去哪儿？你不是一直说要看看孩子吗？谢谢，谢谢警官。走吧。法不强人所难，但要给一个人出罪是需要法律依据的。你觉得他不构成故意杀人罪，请你说出法律依据。还有谁觉得定不了罪的，
都发表一下意见吧。从你开始吧。我还没有想好。我想到了。啊，张姐，这也是我们检察一部的姜文静。哦。钟颖是为了让一个生命免受到正在发生的危险侵害，但钟颖跳下江救人时，忘记安顿好自己在岸边的儿子，一股脑的带着儿子也跳了下去，这是疏忽大意的过失，最后导致儿子重度昏迷，受伤程度不低于重伤，构成过失致人重伤罪。这只是一个相对较轻的罪名，被害者是他的亲生儿子，他内心受到的折磨远远大于我们对他提起公诉的痛苦。所以我认为可以对他相对不起诉。生命和生命能比较吗？在特定情况下能。什么特定情况？如果不牺牲这个人，他也活不长的话，并且是在非正常的情况下。你怎么就能确定钟颖的儿子必死无疑呢？但也有可能他们3个人一起沉下去。不怕引出记仇啊？不会的，你们啊太不了解尹处了。尹处这么大度吗？不是大度，他有自己的要求和原则。他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到客观公正地判断问题，心无旁骛、心无杂念地去表达观点，并且能充分地去证明自己的观点。尹处特别厌恶那种一味顺从，甚至是讨好领导的下属。所以啊，你们要是有这样子的想法，他可是绝对不允许的啊！在咱们一部啊，从来都是对事不对人，你啊就别瞎操心了啊！明白了。我查到了一个人，你应该会很感兴趣。谁呀？
你还没好吗？照料了。谁啊？他叫雷万。10几年前跟吴一锦他们一起打拼，但后来因为生病，就没有继续跟进那件事儿。后来就脱离了那个群体，所以我们在国外查的时候，才一直没有查到他。好。爸爸，我新搭了一个城堡，你去看看吧。爸爸跟雷万叔打电话，明天自己玩会儿啊，乖。你这报表是一份接一份，大周末的让不让我休息了？出发了，天宇。傻样，看你高兴的。今天钟颖的案子多亏了你啊！钟颖只是个绝望的母亲，而且彤彤现在还在昏迷中呢。尹初也想帮帮他们。你说钟颖撞了任天宇，他现在怎么样了？一点皮外伤而已。我听说钟颖是找不到魏清明了，所以才找任天宇报复的。找不到魏清明？张警官说魏清明已经消失1个多月了，警方还在找，不过一点线索都没有。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这么蹊跷啊？我感觉。2位检察官来了。老板好啊。好。插嘴，吃点什么呢？一处不用说，肯定是牛肉面了。您吃点什么呀？我还跟一处一样吧。要不来点什么小菜啊？您随便拼吧。那就跟演出你们以前来吃的一样，可不可以？嗨，行，我不挑。啊，稍等啊。好。姐，你以前总跟尹初一起来呀？我们就是换个地方加班。尹初你还不了解啊？他满脑子就是工作。那现在为什么不一起来了？可能他也不好意思让我在这里加班，怕影响我谈恋爱。得了吧，我可一点都没看出来你想谈恋爱。我当然想谈恋爱了，不然我相亲干什么呀？你都相亲相了1年多了，也没见你有个男朋友啊。我错了。菜来了。哎，2位啊，先吃点菜啊。面呢，一会儿就得。好。姐，你上大学的时候应该有很多人追你吧？肯定没少谈恋爱吧？我在大学里没有谈恋爱。真的假的？我才不相信呢！哎，你可千万不要跟我说，哎呀，我要好好学习，没有时间谈恋爱，这种借口啊，我不相信的。就是这个借口。真的？其实呢，是我喜欢的人，他不喜欢我。怎么都这样啊？这些人也太没有眼光了。你想听八卦吗？好啊，我特别想听，你给我讲吧。这么可爱的女孩，你就不怕你真的喜欢上她？当然要喜欢，要不然怎么接近江源呀？原来尹初是你师哥啊？那你们岂不是认识很多年了？整整16年。我第一次见他还是大一迎新的时候。
你别看尹处现在冷若冰霜的样子，大学的时候他可是阳光校草。阳光校草，你们那个年代不会对阳光有什么误解吧？哎，你还听不听啊？你不听我不说了。你别，我听。他不但是阳光校草，还是风云人物，能言善辩的。学校的辩论赛，他每回都是冠军。又是阳光校草，又能言善辩，这是万人迷级别的人物了吧？就是万人迷啊。姐，你就是那时候开始喜欢他的吧？是呀，很傻吧？才不傻呢，这叫痴情。不过姐，为什么你们两个当时没有在一起呢？我那会儿就是一个大一的小女孩，什么都不懂，哪敢仰望这种风云人物呀？我只能远远地看着他，默默地喜欢他。等我终于鼓起勇气想向他表白的时候，他有女朋友了。可儿的妈妈？她是传播系的系花，非常漂亮，也很开朗，他们真的很般配。所以你就把那份喜欢默默地放在心里啦？不然还能怎么样呢？我只要看到他幸福就好了。姐，你也太伟大了吧！像你这种默默守护又不求回报的女人，只有电视剧里才有吧？少调侃我啊！我说的是真的。这事要是放我身上，我肯定去找那女的说，来，我们俩公平竞争。你以为是评审呀？还公平还竞争？感情跟法律不一样，它是没有条文作为依据的，更谈不上规则。唯一的规则就是自己的心。可是，可儿的妈妈不是已经不在了吗？尹初现在又是单身，这说不定是老天给你们的机会呢。你为什么不试试啊？我试过了。这些年我在他身边，我们是工作伙伴，也是朋友，可是好像不能再多一步了。无论我怎么努力，他都看不到。我累了，想放弃了。每周一个人来这里吃面，这就是你所谓的放弃啊？面来喽！二位小心啊！哎，别烫着。好，哎，你瞅，这是您的，两位慢用啊。今天该交房租了。需要再补一份合同。电子版发给我，我签好快递给你。保险起见，当面签。行，什么时候？现在，半小时以后，来我酒店。
任天宇，任天宇，别吧，是我。干嘛？你放开我！不。我是来找你签合同的，你放开我！我不想，我不想放开。你放开我！放开！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怎么了？你疯了！你混蛋！任天宇，你混蛋！刚才我来的时候，看到你躺在地毯上，吓死我了。没事，昨天喝多了，在地毯上睡着了。明知道感冒了还喝酒，万一出事了怎么办？能出什么事啊？确定不是因为姜文健？我跟他1年多以前就已经结束了，现在更不可能了。这个资料我再看看，你先回去吧。这是我在地毯上捡到的。任天宇，你混蛋！
我受不了了，我当时是真的受不了，所以我现在也理解你了。没有人能够接受自己的至亲被抢走。如果是我的话，可能下手更重吧。你真的不怪我？这句话应该我问你，你还怪我吗？当时在庭上，对不起。我曾经很怪你，很恨你，但是现在，我不恨了。我现在比任何人都怪我自己，怪自己。我没有脸再见彤彤了。任律师，你能帮我跟他说声对不起吗？对不起他，以后只要他能好好的，我再也不会打扰他了。对不起，这个忙我没法帮，我不能帮你逃避。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错了，那就等他康复的时候，亲自去对他说声对不起吧。有一点我是可以确认的，他很爱你，你也很爱他。你们两个的人生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孩子在一天天长大，而他最需要的就是你。不要纠结于现在了，想去就勇敢的去吧。彤彤醒来的第一句话是：“我妈妈呢？她怎么样了？”我想她了。任律师，对不起。生命与生命之间如何比较？在性命攸关的时候，谁的生命更重要？这样的难题放在任何人面前都难以抉择。钟颖的案子终于尘埃落定，最终检方考虑到案件的特殊情况，对钟颖做出了相对不起诉处理。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人们同样可以评价他的对或错，但是谁又能从情理上去审判一位绝望的母亲呢？病床上那个失而复得的孩子，可能是对他悔恨与愧疚最好的救赎。哎，潘检察官，哎，出去啊？对，去取个证。都中午了，也不吃了饭再去吗？不吃了，着急呢。那您快去吧。好的，咱回见。哎，好嘞。果然是你啊 ，Coco！ 你有病啊，吓死我了！好久不见了，你又变漂亮了。我之前不漂亮吗？上一次见面也挺漂亮的。哎，你是来找姜文静的，还是来找我的？我找你干什么呀？星期三吃鱼啊？哎
星期3是吃牛肉，星期2吃鱼，星期4吃鸡。哎，我刚才看你蹲在那儿躲我呢。刚才脚有点痒，挠挠。现在还痒吗？关你什么事儿啊？啊，你还能帮我挠挠？不能。哎，换车了，什么时候换呢？在哪儿换呢？我觉得上个车的颜色更适合你。这个车它是运动款吧？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没事儿。你有事儿吗？有啊。有什么事儿？关你什么事儿啊？天生乱七八糟的，谁说我是抠了抠了？谁承认我是抠了抠了？我承认了吗？这个车的颜色也挺适合你的。那不是我的，烦死了。哎，在，马上就到啊，有点事儿耽误了。今天怎么想着来找我吃饭啊？你现在这么忙，都没时间出来找我玩了，我还不能来看看你啊？哎呀，你不怕遇见那个吃的乱七八糟的人了？那还不是为了来见你？真是。别说我没想着你啊。给我的。对啊，我们家签了他当代言人。别看这只是个小型见面会，在网上票价都炒成演唱会门票了，很珍贵的哦。行，谢谢你啊。我这不是看着你忙，想让你放松放松嘛。任天宇也回来。哎呀，总之我就想带你见小奶狗，万一你看上了呢？到时候可别求着我给你订浪漫双人晚餐哦。浪漫双人晚餐你自己留着吧，我就好吃这口。哎，妍妍怎么没来啊？他这会儿应该在活动室打台球呢吧？怎么了？还想着人家呢？还没有呢。做不成恋人，可以做朋友嘛。我从来不会拒绝跟帅哥做朋友的。再说了，我现在已经有新目标了。新目标？该不会又是潘晓丽吧？怎么可能？这辈子都不可能是他。总之，是个很棒的小哥哥。我现在还不能跟你说。你快点吃，吃完我们去打台球啊。干妈，我同学也来过这儿，他还给我看过他的照片呢。你明天也可以给他看你今天的照片呀。他说他长大想成为一名宇航员。那可儿长大了想做什么呢？我将来想做一名不太忙的检察官，不像你和我爸爸一样，天天那么忙。干妈，我一会儿要去玩那边的海洋球。好啊。干妈说话算话，答应你的事情都会做到的。还有一件事儿，也要说话算话。什么呀？妈妈。妈妈，你看，你看，哇，你看好多架飞机啊！你看，1架、2架、3架、4架，又变成4架了。你看，还吐黄色的气哎，还吐红色的。你看，你看。今天真高兴。想想还有哪里想去的？我还想去游乐场，我都好久没去了。你在这等我一下。好。来，你坐。阿姨，能不能帮我们拍几张照啊？可以啊。3、2、1。谢谢阿姨。不客气。来，你看一下，你女儿真可爱。
谢谢，他是很可爱的。好，再见，拜拜。妈，我渴了，想喝水。啊，那你看照片，我去给你买水。别动啊！啊。你不是让你在那里不要动的吗？我是为了追他。一个破气球，飞了就飞了好了。那是妈妈给我买的东西，不能丢。那是妈妈给我买的东西，可爱一辈子都要收好。你们几个去那边，其他人跟我上。走。罗东平，放开我！凭什么抓我？凭什么抓我？铐上，带回去。放开我！凭什么要抓我？我又没有犯法！放开我！走，放开我！听到没有？放开我！把这些一块带回去。是。等一下。有事吗？见到我都不打招呼吗？任律师，我想我们应该都很忙吧？没有什么问题想问我？没有。那天啊，一个吻而已。任律师未免也太过认真了吧？一个吻而已。你要是真能这么想，也挺好。喂，明星叶泽涉嫌非法集资，涉案金额巨大。公安局请检察院介入侦查，一处让你马上回来。好，我收完资料就回去。叶泽17岁选秀出道，中间因为合约问题被经纪公司雪藏了3年。这3年换了3个经纪人，现在的这个经纪人跟他时间跟了最久，跟了5年半。也就是说，叶泽的巅峰时期都是这个经纪人带出来的。他俩跟兄弟一样，所以经纪人现在出了问题，叶泽才会很难过。你还关注流行歌手呢？我以为你只喜欢古典。韩露，有个东西叫做网络，上去一查什么都知道。我也就是浏览了一下，就都记在这儿了。
不过于处，我觉得这个案子有点不对劲儿。哪里不对劲？叶泽他现在正当红，有必要靠非法集资来赚钱吗？而且谁那么傻，非法集资的钱还要走自己工作室的账户？另外，我看网上也说了，钱到账的时间，叶泽正在国外拍戏呢，哪有时间搞什么非法集资啊？也不一定，说不定这叶泽啊，他就是胆大包天。你说的这个，之前我也想过。叶泽在国外的时候找不到人，回国以后也像隐身了一样。现在经纪人昏迷不醒，叶泽本人又不露面，可是赃款毕竟是打到工作室的账户。公安早就想抓人了，可是我觉得事有蹊跷，就建议张浩伦先不要采取行动。可是现在，叶泽再不出来解释的话，社会舆论压力这么大，恐怕公安也得抓人了。也对。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能见到叶泽？警方现在也联系不上他，他的经纪公司和工作人员又极度不配合。你说他现在能藏到哪儿呢？哎，潘小黎，你能在网上找到他的行踪吗？比如说他最后一次开的演唱会，最后一次拍……哦，我想起来了，叶泽是姚真家新签的艺人，说不定姚真会知道呢。那你赶快给姚真打个电话。喂，姚真。这个案子你准备一下。这种案子就没必要找我了吧？我知道你不感兴趣，但是委托人点名要的你，点名让我代理的案子太多了，我接不过来。这个可不同，这个明星是中艺集团的形象代言人，而委托人就是中艺集团的千金姚真。主意变得这么快？中艺集团是我们 CBD 计划还没有攻下的一个山头，这么好的机会，我怎么可能错过呢？这个回答我很满意啊。这个叶泽现在深陷危机，经纪人的事情估计要接受检察院的调查。网络暴力又来势汹汹，关键证据很难找，有你忙的了。放心吧，不管对方是谁，我都给他拽出来。任律，你的咖啡。好，你看看这个。这些转发评论，一看就是系统自动分配的数字 ID， 都是3无账号，这一看就是水军。没错，而且这个体量的水军，没个几十万根本做不到。这一看就是一次有组织、有预谋、有针对性的网络暴力。看来叶泽是得罪人了，而且这次人家要置他于死地啊！那这个叶泽，他一定就是干净的吗？这对我来说不重要，不干净也要摘干净。可是我听说这个人他很难搞，那不跟我正合适吗？况且，这次找我接这个案子的人是姚真。为什么？一个是本市时尚产业的龙头，一个是当红偶像明星。不管姚真出于什么理由，对我们来说都稳赚不赔。你确定不是因为江文静吗？叶泽这练习室也太偏了吧，我们找过去估计天都黑了。现在这种情况，他找一个偏僻的地方躲起来也正常。哎，对了，叫张警官了吗？叫了，在定位的地方见。于初，我觉得还有些问题。什么问题？叶泽跟集资诈骗虽然有牵扯，但现在也没有调查清楚呢。网上一大群人就开始骂他了，而且骂什么的都有。什么意思啊？现在的网上不单单是只骂这件事了，还
还有什么耍大牌、诈捐，什么都有。我总觉得好像有人故意落井下石似的。这一点我倒没有关注。可如果集资诈骗这件事情他没有参与，我们会还他一个公道。于处，可真有你们的！我们把叶泽身边的人都问了个遍了，也没问出他的地址。你们是怎么找到这儿的？能找到这里全靠文静。是巧合，多亏了我朋友叶泽是我朋友公司的代言人，他俩加了好友。叶泽之前把这个练习室的地址发过朋友圈。啊，在哪边？就在那边。这边。那咱们进去看看。好。哎，你们干嘛的呀？你轻点，轻点！什么呀？轻点，你轻点！过来！哎呀，你轻点！不是叶泽，你们放开我！你放开我！叶泽在哪儿呢？唉，又躲了。为你流离，会作词作曲，这都是叶泽自己写的，还挺有才华的。才华有什么用啊？词是写的挺好，遇到事情就躲了。我听韩露说啊，他特别喜欢耍大牌，动不动就发脾气，对媒体很没有礼貌。我觉得偶像对粉丝的影响不仅在于他的作品，更在于他平时的为人处事，做人做事是否有担当，是否正直有爱。你觉得呢？我同意。光作曲做得好，做人做事不好的话，就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跟崇拜的。来，大律师，先喝点茶。我是真没想到，叶泽请了您这位鼎鼎大名的任律师，真有点大材小用啊。张总，在我这儿案子不分大小。其实啊，我就欣赏你这种敬业的职业态度。是这样，叶泽的情况你也给我介绍了很多了，跟我之前自己在网上了解的差不多。我今天来是想知道，他在业内有什么仇家吗？仇家啊，我的意思是说他在参加一些综艺节目啊、影视类项目啊，有没有什么竞争对手啊？这个就不好说了，竞争啊是我们这行业的常态。那没有竞争，怎么可能有良性的业态发展？你说对吧？我们大家随时都面临着比较和淘汰。叶泽呢，他非常幸运，他这一路上赢了很多人，所以你要说因为这个而得罪什么人，那好像就太多了吧？我明白，但是现在网上针对他的恶意评论，一看就是有组织、有预谋的，不像是普通人所为。所以我这次想有针对性的去了解一些只有咱们圈内人才知道的内幕。你让我想想啊，这一时半会儿还找不到什么头绪。其实我们在这方面很注意维护叶泽的形象，叶泽的经纪约和很多采访，都是我们来把控方向。我们还是比较注重良性竞争的。我不太了解咱们这个圈子啊，从热度上而言，有没有跟他旗鼓相当的艺人？那就太多了，不要说外面，就说我们公司内部也有很多优秀的。我们有一个艺人叫白天，也是和叶泽关系很好的师兄，他也很优秀。张总，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咱们公司有做危机公关吗？有啊，当然有了。只不过
最近太忙了，没顾得过来。放着这么大一棵摇钱树，你们都不管，看来贵公司的业务很广啊。主要是整体发展嘛，啊，整体发展嘛。来来来，喝茶喝茶。好，随时保持联系。玉绰，怎么了？张浩伦那边问完叶泽助理，就把他放了。他助理答应我们尽快约叶泽见面。好。张浩伦还在罗东平另外的住处找到了叶泽工作室的3张，说明叶泽并没有过手公司账户。另外还有证据证明罗东平非法集资期间，叶泽正在国外拍戏。看来叶泽并没有直接参与集资诈骗，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可能。跟叶泽助理密切联系，务必尽快见到叶泽本人。院里这么快就发通知了？什么呀？看看，全市10家公诉人入围名单，可以啊，潘晓丽，你都入围了，厉害啊！厉害什么？现在只是入围，现在入围就很不错了，你可别不知足，赶快请吃饭。请。哎，我也想请你好好的看一看姜文静，她也入围了。人家姜文静一向就很优秀，入围很正常。不过你这下前途可堪忧了。据我所知，姜文静的辩论，他可从来就没输过。我们都是一个部的，谁上都一样。咱们呢可是双保险。韩露，榆树的韩露，哎，你们要对上韩露了。这个韩露以前可是个学霸，而且是开挂那种。哎呀，整的好像谁不是学霸一样。哥们儿，我考试啊从来就没怕过，他还开挂，你让他给我等着。行，那到时候我去现场给你打气。好好在现场看我怎么灭了啊！哼。嘿，老婆，你来看看，这文章的题目写得太缺德了啊！黑心律师和无良检察官狼狈为奸，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嘛！哎，这样对我们文静的事业影响可就太大了啊！再说了，再说了，这都是1年多前的事情了。那个任天宇啊，早就失踪了，他现在跟文静1毛钱的关系都没有，你说是不是啊？我跟你说呢。哎，老婆，你看看，这可不行！我跟你说啊，你得赶快找人，把这稿给我撤稿。撤什么稿呀？哼，这就是他要当检察官的好处啊！我让他好好反省一下，谁让他不听我话？哎，老婆，这事你可不能不管啊！你得帮帮孩子，是不是？你看网上写的这个乱七八糟的，这对我们姜家也不好啊。这事情十有八九跟任天宇有关系。哎，不管跟谁有关系，这事儿啊得抓紧时间解决，这不解决怎么？谁会炒这种1年前的冷饭啊？我怎么越来越看不懂套路了呢？不过这姜文静也够倒霉的，听说刚刚入围了检察院的10家公诉人，在这档口出这种新闻，前途堪忧啊！你还挺关心人家。我怎么能关心他呢？我关心的是你。这文章表面上看起来是针对他，但处处矛头指向你。难道这个人同时讨厌你们2个人？你那么冰雪聪明，还猜不出来是谁啊？孙超，那他应该冲我来啊！你别急呀。我才不怕他。哎，你火了？我谢谢你啊。无良检察官意图陷害无辜少年，与黑心律师和……我看看。
在这关头出这事儿，你打算怎么办？完了怎么办啊？这也太倒霉了吧！不知道会不会影响你10家公诉人资格？这报道上说你是美女检察官，这稿子该不会是你自己写的吧？我写稿骂我自己啊！先别说这照片是多长时间的了，现在连当年的校园霸凌案都发了出来，说我什么恶意带节奏，想帮富豪的儿子脱罪，还想加害于受害者吴博文，这都哪儿跟哪儿啊？无稽之谈。这爆料人还真够神通广大的，好像什么事儿都知道，还把那个李明启、吴博文案子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看来是很了解当时案情的人。我吃饱了，你们去吧。林初，你找我啊？吴博文那件事情我知道你没有错，但是报道一出就比较敏感。你的任职年限不足，本来我跟余处呢向上面为你争取到破格参赛的机会，但是这个事情一出，恐怕这次10家公诉人评选你得退出了，能理解吧？好，好，没事，我就是跟你说一下这个事儿。还是谢谢你，林初。回去吧。叶泽他助理约的是下午2点。是啊，下午2点。都已经过了15分钟了，看来网上说的一点没错，就是还迟到。再等等吧，说不定堵车呢。余处，特别冷吗？还好。叶泽，我是新州市检察院检察3部于凯英，你好。进。任律，你要的资料，我走访了一些叶泽曾经合作过的资方，普遍的反馈都是叶泽这个人很爱耍大牌，而且目中无人。就算是面对媒体的时候，他也毫不掩饰自己的傲慢。我们看到的都是叶泽想给别人看到的，那都是他的保护色。说白了，他以为他装作什么都不在乎的样子，就可以屏蔽外界对他的所有伤害。谢谢。谢谢。医生怎么说？怎么还没醒过来？你当人家医生是神仙啊？吹口仙气，说醒就醒。我是说不过你这张嘴。10家公诉人的事儿我听说了，这次评不上，还有下次吗？你不用安慰我啊，我没事儿，评不上就评不上呗。
多大点事？你这状态看上去可不像没事儿。那么多话一嘴。醒了，你帮我看着点啊，我去叫医生。喝吧，如果不喜欢的话，可以帮你们换别的。大明星还真是有礼貌啊。你这个练习室有些年头了吧？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大概是10年前吧。说实话，你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那我让您失望了吗？我相信我自己看到了。谢谢你。于检察官有什么想问的就问吧，我一定如实回答。好，韩露。这个案子已经立案侦查，检察院提前介入，根据公安的反馈，一直联系不到你本人，所以我们试着来找你。哎，你们怎么回事？怎么还录上音了呢？不是说好了只是聊聊天的吗？你们要是这样，我请我们家律师来跟你们聊。小叶，别乱说话啊！不用紧张，这不是正式的审查，我们呢只是了解一下情况，希望你说实话。好。工作室走账，3张在你这里吗？不在。哪个章在你这里？所有的章都不在。可是注册的流程你都是参与的。我开始的时候签过1次字。罗东平非法集资期间，你在哪里，在干什么？我在国外。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吗？我可以证明啊，我们家小叶在国外拍几个月的戏呢，全剧组的人都可以证明啊。你在国外拍戏期间，有没有察觉到罗东平有什么反常的现象？没有。好，我知道了。于处，有情况，我们现在就得走。任律师，他也来找叶泽吗？可能是叶泽的代理律师。叶泽最近深受网络谣言的诽谤，我看也未必是诽谤，毕竟无风不起浪。于处，于处，罗东平醒了，医生正给他检查呢。能问话吗？醒是醒了，不过不太适宜问话。什么时候可以？这样吧，我就一直在这里等着，等罗东平能够接受调查了，我就第一时间给他做笔录。好，到时候叫我，我也过来听一下。好，于处能够介入问询，那我这心里就踏实多了。这案子总算能有转机了。那可不一定，要看他怎么说。韩露，你过会儿跟张警官走一趟，把罗东平的案卷材料拿回来。嗯，好的。
叶泽，是我。我是你的代理律师，任天宇。你好，有什么需要我配合的，直说吧。最近网上针对你的恶意攻击特别的多，范围也很广，调查取证很困难，因为信息量太大了。所以现在我需要找到一个或几个点，咱们有针对性的进行反击。需要你提供一个名单，你觉得有可能是谁在针对你？把名字都列出来给我。讨厌我的人那么多，我怎么知道是谁？对呀，我们家叶子要是知道，要你干嘛呀？你们可以选择不配合我，反正律师费也不是你们出的。如果能拖到网络舆论热度下降的那一天，我还省事儿了呢。但是有一点我必须提醒你，整个事情都是因为你经纪人的案子引起的。你知道他打着你的旗号骗了多少钱吗？你知道他骗的都是些什么人吗？他们全是你的粉丝，里面大半部分都是一些还在读书的学生，他们根本就没有经济能力。换句话说，他骗的都是这些孩子家里的钱。你们可以选择不配合我的工作，你的粉丝也许会原谅你的，但是他们的家里人呢？你觉得他们会饶了你吗？那就让他们算，多少钱我还给他们就是。你还得起吗？即便是有一天经济上你还清了，感情上呢？我听说你号称是最宠粉的是吧？我相信你也有你的偶像。如果有一天所有人都跑过来告诉你，其实你心里的偶像是个骗子的时候，你打算怎么面对他们呀？所以说，现在配不配合我的工作根本就不是你自己的事儿。你最对不起的是他们。好了，你自己好好想想，想好了，让你的助理联系我吧。等等，如果要把我摘干净，是不是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罗东平身上？你到底参与了吗？我没有，完全没有。你爱信不信？不是你做的，你没有必要替他承担。打着你的旗号行骗，你不起诉他，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任律师啊，你可真是个大律师啊！我在网上看了一下啊，我们很多投资方都跟你有合作，对你的评价呀褒贬不一。但是我刚才总结了一点，不择手段呀。你为了让我配合你，捏着我的软肋来击溃我的防线，这也是一种不择手段吧？很有用，我差一点就被击垮了。但你到底懂不懂什么是兄弟之间的感情？首先啊，谢谢你们两个对我的夸奖，但是你们两个真的把我逗乐了。他那么对你，算兄弟吗？他是我大哥。不是你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呀？不好意思啊，没忍住。我不管他做错了什么，至少他曾经对我是真的，是他在我一无所有的时候陪着我，是他把我从黑暗中拉出来。就算你们所有人都觉得他十恶不赦，可我不想把他往坏了想。我宁愿相信他是一时的鬼迷心窍，一时走错路了。这件事情，我愿意和他一起承担。这样的想法，你是不会懂的。是，我是不懂。我不懂为什么他把你从黑暗中拉出来，又亲手把你推了回去。你以为你不追究他，那你们就是兄弟了吗？这个案子是检察机关主动介入侦查的，可见他们有多重视。即便你们两个人不配合我工作，公安的调查取证不会停，网上对你的谩骂和对手对你的打压不会停，整个事态的恶化更不会停。
而最终受伤害的，只有你自己，还有本来就是受害者的你的那帮粉丝们。你这么做帮不了你所谓的大哥，只会让你的粉丝受到2次伤害。哦，我不太了解你们这个娱乐圈的规则啊。如果说你的经纪公司不管你们了，放弃你们了，你还有能力赚钱还钱吗？怎么可能？这次委托我来的就不是你们公司的人呢，是你的合作方忠义集团。这还不够明显吗？我会把他骗的钱都还回去的。即便你把所有的钱都还了，他依然会被起诉，会被判刑，会稍微轻一点，就是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的区别。没关系，只要能出来就行。叶子。
但是他们是因为我被骗的，我有责任给他们一个说法。那是你的责任，不是公司的责任。公司没责任还钱，也没义务替你还钱。你这样做是害人害己啊！我身正不怕影子斜，公司不会受到影响的。我不管你身子正不正，也不管你是不是清白。总之，这次公安抓的是罗东平，你就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他身上，不就完了吗？张总，我没想到你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真是让我刮目相看。你就算不能做到雪中送炭，至少不要落井下石吧。我什么时候落井下石了？这件事情难道还是我栽赃他罗东平不成？公司不是给他罗东平开的，他罗东平惹出的祸事他自己收拾。好，公司不愿意出面可以，那公司能不能考虑一下，和我签一个10年或者更长的合约？什么意思？为什么呀？我想预支一笔钱。啊，这个事呢，我还正想跟你谈谈。你的合约确实快到期了，不过公司最近呢面临很多问题，现在的音乐市场也不太景气，很多新人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我觉得我们合约的事还是放一放再说吧。好，那麻烦张总把我之前签的几个广告合同的定金付给我。啊，那个广告啊，已经换人了，不好意思啊，忘记通知你了。好，好。公安医院有没有消息传来？什么时候可以提审罗东平？我上个月给张警官打过电话了，他说情况还不太稳定。被害人那边工作做得怎么样？张警官他们在网上发布了告知书，让被害人前来报案，还从派出所抽调了民警，接收被害人材料制作笔录。截止目前，交来材料的被害人一共有6000多名。罗东平以叶泽新戏应援的形式骗他们给叶泽投资，承诺钱款会用于拍摄以及后期宣传。等戏发行之后，按照本金数额的10%到24%给予回报。偷戏保本，非法集资的特征非常明显。罗东平最开始是通过一个应援 App 进行集资的，这个 App 关联的账号就是叶泽工作室的基本户。一开始投资人数虽多，但单笔金额都不大，因为叶泽的粉丝大多数都还是学生。后来呢，罗东平就找到了几个投资金额较多的粉头，承诺给予他们30%的收益率，钱款也不再通过第三方了，而是由他们直接汇入叶泽工作室的基本户。到案发为止，罗东平一次反应也没有，初步计算涉案金额已经达到了1.2个亿。钱呢？少量取现，大部分转到了一家澳门的珠宝公司。张浩伦说，这家公司可能是放高利贷的。这么短的时间，这么高的数额。叶泽那段时间在哪里啊？大多数时间都在国外拍戏，偶尔回国都是因为演唱会。这是我通过调查整理出来的叶泽行程表，看看行吗？时间虽然短，但也有几个月的时间。叶泽不可能完全不知情吧？也不太好说。像叶泽这样的明星，应援也是常有的事儿，一般艺人也不会过问工作室和粉丝会之间的事情。叶泽应该也不例外。所以，如果要说叶泽完全不知情，也说得过去。当然说得过去，叶泽哪会关心粉丝啊？喂，好，我知道了。张浩伦来电话，可以提审罗东平了，你们跟我过去。是。这是叶泽唱的？应该是7、8年前的作品了。那时候他总会去参加一些音乐节，还有酒吧的演出。不过资料不多，我这还是从他粉丝的网站里找到的。听着还不错，有点自己的风格嘛。我觉得他一定是受到了 Beatles 的影响，有点味道。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用。当然有用啊！了解犯罪嫌疑人的背景和喜好，就是我们要做的。你做得很好。
罗东平，关于这起案件，你知道多少？你觉得你这样不说话能坚持到什么时候？嗯？我相信你心里非常清楚，你这样抵抗下去的后果是什么。罗东平，你觉得你这样做对得起叶泽吗？你送给他的项链，他还一直都戴着呢。转不转运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你对他来说很重要。这个你也清楚吧？我知道，你马上要过30岁的生日了。古人云：“30而立。”我觉得你至少应该说实话，至少应该为自己争取一个减轻处罚的机会。他虽然没有开口，但是提到叶泽的时候，明显有松动。对，尤其在你提到项链的时候。对了，你是怎么知道叶泽的项链是他经纪人送的？我之前好像在某个网站上看到过，叶泽还说这个项链是可以转运的。很细心，记忆力也好，非常好。谢谢于初。一个经纪人跟艺人关系好到这种程度，会不了解罗东平，还对此毫不知情，我表示怀疑。我们要尽快联系叶泽见个面，他是个关键人物，是突破口。嗯，好。叶泽，今天不是调查取证，就是找你聊聊。案子你们查得怎么样？能告诉我吗？检察院介入侦查，是因为这个案子涉及到你，社会影响太大，但具体的细节我不能透露。我明白。但是我可以向你透露一点，就是到现在为止，他都不肯开口说出实情。他对你来说很重要。是大哥。我以为检察官不会这么随和。我也以为艺人都是生活在光环底下的呢。那倒不是，只有站在舞台上，灯光照向我的时候才有光。很多时候，光在哪里，我自己也看不到。为什么喜欢来这里啊？这里是我曾经玩地下乐团的时候租的练习室。那后来呢？后来我撑不住了，去参加了选秀节目。当时的队友很反对，他们说选秀节目让音乐变得不纯粹了。他们还说我背叛了音乐。但是你没有。你知道吗？我最穷的时候，一包泡面要掰成3顿吃。更可笑的是，那个时候陪你一起吃泡面的兄弟，在你成名之后，毫不留恋地抛弃了你。
那你为什么不去找他们呢？我没脸。我不再是在屋顶上，在地铁站里用真心唱歌的我了。我变了，变成每天追着聚光灯跑东高的艺人。是的，我红了，可我再也唱不出那个时候唱的歌了。他们说的对，我背叛了我的音乐。所以你喜欢来这里？我今天来是想请你帮个忙。我猜到了，你很聪明。你想让我去劝东平哥？对，让他开口说出实情。我办不到。为什么？这是背叛。这怎么是背叛呢？我做不出来这么不讲义气的事。这不是讲不讲义气的事情，我就问你想不想帮他？我当然想帮他了。那你现在这么做，你就不是在帮他，你是在害他。为什么？我知道你很在乎你所谓的义气，你也很在乎你的朋友是怎么看你的。但我觉得你更应该在乎的是你的朋友。当他们犯错的时候，你不应该替他们隐瞒，而是应该告诉他们，这样才是帮忙。